老公出轨了，我提出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。他露出嘲笑说不可能。原来从刚结婚他就开始算计我，婚后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他妈，借他爸妈的钱买的房子，还借他姑的钱买的车。离婚我背负的是债务，根本分不到1分钱。孩子过了2岁，抚养权也不会让给我。他满眼嫌弃地看着我，离婚吧，你将什么也得不到。如此逼我，也别怪我发疯了。既然他这么会算计会骗人，那就去缅北算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周杰明结婚5周年的这天，他说不回家了。他最近很不对劲，我就请了私家侦探帮我跟踪他。果不其然，他出轨了。在结婚纪念日这天晚上，我怒气冲冲地去酒店抓奸。我原本以为的是，被我抓到后他会认错，结果还没等我有所动作，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，把小情人护到了身后，一脸的怒意。宋毅，你耍什么疯？我捂着红肿的脸，麻麻的，眼泪汹涌而出。明明是他出轨被我抓到了，他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？我心口梗的难受，心里又气又恨又难受。周杰明，他是谁？你跟我说你在加班，结果和别的女人鬼混。私家侦探报给我他们私会的位置时，我血气上冲，只叫了最好的闺蜜跟我一起来的。被打一巴掌，我有点眩晕，在闺蜜胡桃的搀扶下才没跌倒。周杰明没有一丝被抓到后的尴尬，贴心地给第三者捡起地上的衣物，给他穿上。我气得直发抖，他完全无视我。胡桃一直手拿着手机录像，为我打抱不平。周杰明，你哑巴了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小易吗？他很冷静，冷静的让我的心一点点陷入绝望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不都看到了吗？说着一把搂过他的小情人，勾起他的下巴。宋毅，你看看我的小姑娘漂亮不？肤白貌美大长腿，我真的很喜欢她。姑娘被他说的害羞了，躲进他的怀里，轻轻柔柔的，你讨厌，真的反胃。有好奇的工作人员围在门口窃窃私语，我觉得难堪极了。我闭了闭眼，心里一阵钝痛，多年的感情在此刻化为乌有。他的小姑娘，呵呵，他连一句认错的话都没有，还激我。我捂着心口，木然地开口，我们离婚吧。他淡淡的回复，好啊。没有一丝挽留，看来离婚这个想法他早就有了。既然你出轨，那你净身出户，把房子留给我和然然。然然是我们的儿子，今年2岁半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净身出户啊？我什么也不要，怎么养活我的小姑娘？胡桃也气坏了，手指着他骂：周杰明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你出轨还这么理直气壮。他不紧不慢地从床头拿出一根烟，点燃。胡桃，这是我的家事，你管不着。再者说了，我和他离婚，怎么可能让他带走我儿子？听到他这番话，我直接炸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周杰明瞥了我一眼，意思是我家的东西你什么都拿不走，孩子也一样。他勾起的唇角带着讽刺，又有着些许得意。他这意思是让我净身出户了？凭什么？周杰明受不了门外人的八卦，直接把房门关上了。我脑子一团乱麻，不知怎么反击。胡桃冷眉凝视他，压抑着怒气。周杰明，我可录下视频了，这是你出轨的证据。他嗤笑。那又怎样？你小说看多了吧？我出轨就该净身出户吗？不过受道德谴责罢了，现实可没有净身出户一说。我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好，你不净身出户，那我们就把夫妻共同财产分了，离婚。他嘴角的笑意更大了。我们可没有共同财产，离婚你得还债。我愣住，还债？哪里来的债？家庭支出一般都是我出。他一个月3万多的工资，再怎么给第三者花费，也不可能有债啊。他偷偷赌了。我疑惑，哪里来的债？他吐出烟圈，悠然自得。欠我爸妈的钱，还有我姑的钱。什么时候欠的，我都不知道。见我愣在原地，周杰明心情愉悦。买房子的钱我借的我爸妈的，打的欠条。就算离婚把房子卖了，你分的那些钱里有共同债务，你也要还。我攥紧拳头，你借你爸妈钱打的欠条。我这才明白，怪不得婚后他特别畅快地在房产证上填我的名字，从结婚开始就已经算计我了。对，还有我借了我姑50万买的车，你也要一起还。这笔借款我也不知道。他拿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是一张聊天记录，显示的是我和他姑的聊天记录。里面的我说：“大姑，我和杰明借你的50万，会连带利息还你的。”可我聊天记录里根本就没这条啊！看他得意的样子，我心如寒冰。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发的，之后又把聊天记录删除了。这就证明了我们夫妻俩都知道借款的事情，用于买车，是我俩共有财产，意味着我有还债的义务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我仿佛不认识他一般，他不知不觉中就给我下了套，自己早就留好了退路。周杰明，你算计我，这些我都不知道。他耸了耸肩，证据摆在这呢。我怒火冲天，想起婚后家里的开支都是我出，他的工资给他妈了。他的说辞是让他妈保管着，现在想想，这不明摆地防着我吗？你每月都把钱给你妈，你早就想好离婚的出路了，是不是？他也不遮掩。是，娶你本来就是想搭伙过日子罢了。既然你现在要离婚，我也就放你自由了。混蛋，无赖！孩子得归我，这是我最后的要求了。没有哪个母亲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。他把烟扔进烟灰缸，搂着小情人。孩子是我周家的，你就别想了。孩子平常都是奶奶带得多，我妈可舍不得冉冉。再者说，你的工资又不如我高，法院肯定不会判给你的。我手指着他，你。他似是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，搂着他的小情人就要走。我气疯了，直接上去抓他，他狠狠一推，把我推倒在地，满眼的嫌弃。离婚吧，你将什么也得不到。说完，两人开门走了，那女人还回头嘲讽地望了我一眼。我紧咬着嘴唇，觉得自己失败得彻底。自己不顾父母反对也要嫁的男人，竟是这样的货色。胡桃赶忙把我扶起。小易，你还好吧？我狠狠地擦掉流出的眼泪，不甘心被他算计。我没事，既然他这么无情，也别怪我发疯了。既然离婚我什么也得不到，那我就不离。我也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周杰明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家，我也不提离婚的事了，该上班上班。他说的对，孩子今年2岁半，从小就是奶奶看着，儿子对奶奶感情很深，离婚的话，我很难要到孩子的抚养权。因为婆婆帮忙看孩子，所以我是一直和婆婆住在一起的。公公这人不愿意来，就自己一人住在隔壁的老小区里。他早就知道了周杰明出轨的事情。这天我正准备上班，就听他讽刺我：“哎呦，上班上班，只知道上班，这能怪自己男人出轨吗？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了，还天天加班，孩子不亲老公不爱的，这能怪谁呀？”
我握住门把的手一顿，不再像以前一样沉默。怪我眼瞎，非她不嫁。婆婆冷哼一声：“你嫁给我儿子，是前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儿子长得又高又帅又能挣钱，可不缺小姑娘喜欢嘞。你要是觉得自己眼瞎，就赶紧和我儿子离婚喽，想嫁给我儿子的多的是。”每个婆婆都对自己的儿子很自信，尤其是她，觉得自己儿子在外面有小三，更加证明了周杰明有魅力。我儿子这时正坐在桌边吃饭，他捏了捏我儿子的脸：“乖孙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孩子根本就没理解什么意思，眨眨眼，大舌头的附和道：“记得。”我看了看手表，觉得今天这个班没必要上去了，就临时请了假。我不能让这老太太继续住在这里了。我换回拖鞋，没理会她的话，直接走进她的卧室，把她的东西都打包放进行李箱。推出行李箱的时候，她瞪大了眼睛：“你要干嘛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她：“你走吧，别让我公公一人独守空房了。孩子不需要你看了。”他愣了一会，然后大嗓门反驳我：“我才不走呢！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有权利住在这里。好啊，宋毅，你趁我儿子不再欺负我是吧？我这就给杰明打电话。”他一边骂我一边拨打电话，等电话接通，他立马变了音调，带着委屈地喊：“儿啊，宋毅要赶我走，你快回来吧！你再不回来，妈妈就要被他欺负死了。”挂断电话，他得意地看着我：“想让我走？你想得美！你这不要脸的，我儿子都不想要你了，你还不离婚？是不是也知道自己除了我儿子没人要你啊？”真的聒噪！我拿起桌上的包子塞进他的嘴里：“你跟你儿子算计我，我怎么可能就这么离婚？除非给我100万，我才离。”婆婆狠狠咬了一口包子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你做梦！”周杰明回来的速度还挺快，他一回来，婆婆就嗷呜一嗓子，委屈地开始掉眼泪：“儿啊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宋毅他要让我走啊！”他眉头一皱，冷然地看着我：“宋毅要走你走，你没资格赶我妈。”我冷眼看着他，也没和他废话，进厨房拿着一把刀出来。我举着刀，婆婆瑟缩了一下身子，躲到了周杰明后面。“不走是吧？万一哪天把我逼疯了，这把刀可就得染血了。”然然什么也不懂，还在拍手叫好。周杰明长腿一迈，想过来抢夺刀，我毫不留情地朝前一挥，刀刃与他胳膊擦过，擦破了点皮，流出点点血迹。周杰明任由血滴落在地，阴沉地看着我：“宋毅，你疯了！”婆婆也叫嚣着：“你快把刀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”我只是冷静地看着他们：“你走不走？”婆婆忙不迭地点头：“我走，我走。”现在周杰明和小情人厮混，几乎不回家。看我的狠厉的样子，他怕了，怕我以后真的会嘎了他。毕竟人都是惜命的。婆婆伸手拿行李箱，被周杰明拦下了。她活动了下手腕，然后急速地朝我出手，捏住我的手腕，一扭，刀啪嗒掉在地上。然后她反手给了我一巴掌。她的力气很大，轻轻一推，我砰的一下撞在茶几上，水杯在地上裂成碎片。她嘲讽地看着我：“这个家可由不得你做主，既然你不想离婚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否则也别怪我对你动粗。”然然看到这一幕吓哭了，婆婆赶紧抱着她哄：“乖孙儿，别哭，你妈妈做错事，爸爸在教育她呢。”我恨恨地看着她，委屈、不甘等情绪涌了上来。我抓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狠了心地朝她炸去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结个婚，我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，
离了婚我什么也得不到，一无所有。我恨透他了，既然不爱我，恋爱的时候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，让我连彩礼都不要，心甘情愿地嫁给他。他却从一开始就算计我。我还未近他的身，他抬腿狠狠地踹在我的肚子上，一脸的嫌恶。脏死了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和他硬来我是打不过他的。婆婆在一旁看得很解气。宋义啊，这怪不杰明对你动手啊，是你先拿刀威胁人的。玻璃碎皮刮破了我的手心，我把碎片扔掉。无助感。为了他，我和家里断绝关系，没人帮得了我。现在他这么对我，是我的报应吧？我只能暂时让步，不走你可别后悔。婆婆仰起头，哼了一声，有什么后悔的，怕你不成？我强迫自己冷静，心里渐渐升起一个计划。我决定从公公入手。婆婆常年和我住在一起，吃饭的时候公公会到这边来吃，晚上回去睡。我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会不会寂寞，只能试一试了。我去红灯区转悠了好久，才找到一个上了年纪却依旧风韵犹存的大姐柳红。我把她约了出来，拿出2万块给她。她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讲了我被渣男欺骗，想报复。最后定定地看着她，我就是想让你勾我的公公，这2万块是你的酬劳，能从他手里薅多少，看你的本事。如果你不答应也没事，我再找其他人。我也没想过一次就成功。柳红姐莞尔一笑，我帮你，没想到能遇到同病相怜的人。我现在这个境地就是被渣男害的，只不过当初的我太怂了，被他坑了之后都不敢去报复。原来如此，我抓着他的手，真诚地感谢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再付你1万块。我为数不多的存款只有10几万了，可一想到他们那嘲讽的表情以及他打我的场面，我就想不顾一切地报复他们。柳红姐近50，看上去温柔大方，让人心生好感。好，把她的喜好发给我，让我来对症下药。看着她心有成竹的样子，我心里安定不少。如果公公出轨了，不知道婆婆还会不会笑。这只是我复仇的第一步，先把公婆的关系搞差了，再去对付周杰明，让他们窝里乱起来。柳红姐行动很迅速，她先是在小公园跳广场舞，吸引了一众小老头的注意。她本身长得就好看，混红灯区，常年保持着体重，保养的也不错，在小公园的中老年人群脱颖而出。我公公主动搭讪的她，在2人聊天中，他发现柳红姐的喜好和他竟然差不多，不由得惺惺相惜，一下子就迷恋上柳红姐了。柳红姐也欲拒还迎的，总之很会把握男人的内心，在公公那里一点一点地开始捞钱。柳红姐拿着聊天记录给我看的时候，笑得春风得意。不过短短1个月，公公已经为她神魂颠倒，为她付出甘之如饴。小易，还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我摇摇头，保持就好。接下来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跟婆婆讲公公最近状况不对，整天抱着手机傻笑，怕不是有情况了。刚吃完晚饭，公公起身，声音洪亮地喊了一声：“我出去遛弯了呀。”若是平常，婆婆肯定嘱咐几句，早点回家休息。听了我的话后，她有些疑心了：“我跟你一块去。”公公眉头一皱：“你这老太婆，别跟着我了，我就是去下象棋，玩一会就回家了。”说完关门走了。婆婆神色莫名，还询问我，她最近是挺不对劲的，我得跟上去瞅瞅。我无端的兴奋起来：“我陪你一起看好戏去喽！
我可要好好的护住柳红姐。婆婆在前，我牵着儿子的手在后，偷偷地跟着公公。他的脸上是难以掩饰的紧张。到了小公园后，公公轻车熟路地走到一个小亭子里。他见到柳红姐，就快步走到她的身边，牵起她的手，笑得一脸荡漾。婆婆见后，脸都青了。我轻轻地说：“哇，公公和那位漂亮姐姐在干嘛呢？”婆婆瞪了我一眼：“什么漂亮姐姐？这明明是狐狸精在勾她。”说完，婆婆左看右望的，捡起花坛里的一根木棍，怒气冲冲地找人算账去了。周通，好你个老家伙，竟然背着我和狐狸精厮混，让我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是谁。公公看着我婆婆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急忙把柳红姐护在身后，就跟周杰明把小情人护在身后的样子一样，父子俩如同一辙。柳红姐看见我，对我报以微笑，然后悄悄地从亭子另一边的台阶上下去了。婆婆拿起树枝要追，被公公拦着。她气狠了，啪啪打在公公身上，一边打一边哭：“你个混账，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敢找小三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你真是不要脸啊！你别拦着我呀，我要打死那个狐狸精！”公公平常都让着婆婆的，如今他站硬气起来了。他怒目而视，见柳红姐远离了此处，他便大声呵斥婆婆：“你别闹了，这是在外面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”八卦的人们渐渐围在了此处。婆婆抽泣着：“你还知道丢人啊？我要是不跟出来，还不知道被你蒙骗多久呢。”我悄悄地走到柳红姐身边：“谢谢你，阿姐，我会把剩下的1万块给你转过去的。”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不用了，我在你公公那薅了不少，加油吧，宋义，有需要再联系我。”柳红姐走了，剩下我公婆在这唇枪舌战。公公一转头见不到柳红姐，急得想留我婆婆在这去找人。婆婆拽着她的手不让她走，她气愤地甩了我婆婆一巴掌。周围的人唏嘘一片，婆婆仍旧咬紧牙拽着她的手，想去找她，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。我上前去劝架，拉开公公，对婆婆说：“妈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。你天天不陪着公公，他难免会寂寞，你能怪他出轨吗？再说了，公公长得又高又帅，身体又硬朗的，有喜欢他的不很正常吗？”婆婆脸色难看，怒瞪我：“你闭嘴！他找女人，你还替他说话，你要死啊！”周围人窃窃私语，有人不满，开口：“你这个儿媳怎么回事啊？你公公做错事，你怎么能向着他？就是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在外面乱来，真丢份！你这当儿媳的不劝劝你公公，怎么还指责起婆婆来了？”婆婆见有人替她说话，挺直了腰杆。我笑了笑，高声说道：“妈，你儿子出轨，你就是这样说我的呀？千错万错，出轨的人没有错。嫁给我公公是你前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可千万别不识好歹。”婆婆气得用手指着我：“你，这能一样吗？那是我儿子，这是我老公，这老东西出轨就是错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：“哦，儿子出轨可以，老子出轨就是不要脸，你挺双标的。”周围吃瓜人群吃瓜吃得津津有味，仅有为婆婆出声的也闭了嘴。婆婆气坏了，见状，我牵着儿子的手退出了战局。看他难受的样子，挺爽。回到家以后，公公失魂落魄，也不来这边吃饭了。婆婆不放心他，不顾周杰明的挽留，收拾好行李回去了。你看，他儿子出轨时，他可以冷嘲热讽；到了自己时，就说第三者是狐狸精了。果然轮不到自己身上，自己是不疼的。
儿子2岁半，自立能力也可以，我就把他送到了幼儿园。这段时间，我也在咨询律师。律师说，就借款的问题，离婚后的债务我肯定是要承担的，但是可以追回一些她给婆婆的存款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了。我想过，我也去借钱，大不了一起背债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可是夫妻一方的借款必须用到家庭日常开销中，此想法不通。既然他这么会算计，不然就让他去缅北好了。这个想法一出，我被自己的恶毒吓了一跳。不过一想到周杰明的背叛与他的算计，我又觉得就该这么干。身为一名父亲，他跟小情人住在一起，也不回来看儿子。直到他妈走了，他觉得不该让我一人独自住在这所房子里，才搬回来，还带着他的小情人。他对儿子说，这个是远房的表姐，要在家里住些时日。然然就眨着眼，甜甜的喊：“姐姐好。”女人叫袁初，她摸着我儿子的头，真可爱，把人明目张胆地带到我面前，太不把我当回事了。我想跟她好好谈谈，结果她没好气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看不惯我把人带回家是吧？那你就跟我离婚啊！不想离婚你就给我闭嘴，我干什么你都管不着。袁初趾高气昂地看着我，好可怜啊，原配当到你这地步也是不容易。起初你不是说离婚吗？怎么现在情愿被人欺负到这个地步，都不吭一声啊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小三当到你这地步，你可以满世界去宣传了是吧？要不要我帮帮你，让你红遍全网啊？我拿出手机晃了晃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小网红，我要是把你是小三的真相放到平台上，不知道你留不留得住粉丝。你竟然真的敢跟周杰明回家，胆子够大。他脸色一变，你敢？我笑，你们都欺负到家里来了，我为什么不敢？你是不是忘了抓剧的那天我就已经把你们拍下来了，没放到网上，是给你们一些脸面，你们不要不识好歹，要搞出去，别在家里污了孩子的眼。袁初犹豫了，身为一个主播，应该知道粉丝来之不易，很容易被一件小事就摧毁。杰明哥，我看我还是不在这里住了，这里也没场地直播。周杰明不舍地抱住他，好的宝宝，委屈你了。看着两人腻歪的样子，真够恶心的。既然你们恩爱，那就一起去缅北吧。周杰明警惕性高，我打算从原初下手。我朋友胡桃是一个模特，正巧给我发来一个信息，说有家公司给他打电话做短视频的演员，就是那种小短片，一个短剧会给1000-1500，一个星期会有3、4场，他要去看看。因为我反诈意识也挺高，在网上刷到过这种骗局，就提醒他。胡桃先是笑话我想的太多了，那家公司他之前做过兼职，没有问题。见劝说无果，我只能叮嘱，如果他们以诱人的条件让你去国外的话，你千万别去。胡桃这才答应了。我想了想，这等好事袁初应该去的呀。我趁周杰明熟睡时记下了袁初的电话，就让胡桃把袁初的电话也给了那家公司。袁初本身就是小主播，没有公司，接到后欣然答应了，因为他觉得拍小视频、短剧是一个机会。胡桃每天给我报平安。到了地方之后，胡桃说：“我想多了，这里有几十万的网红在这里，还是蛮可靠的。”我让他提高警惕心。胡桃笑着说：“好好好。”那公司确实一开始并未让押身份证。据胡桃所说，当天拍的时候人员挺齐全，摄影、编导、录音的，看上去很正规。拍完当天就给支付了费用。
这操作我也以为我想多了。拍摄完当天，袁初晚上又进行了直播，跟直播间的110来个人说自己拍短剧了，希望短剧出来后大家多多支持。一堆人为他加油打气。拍了4、5天之后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就跟他们说，接下来去国外拍微电影，愿意去的就去办护照。本来这次来的网红也多，他觉得拍了微电影自己出名的机会更大了，就毫不犹豫地去办护照。胡桃惊疑不定，在我再三的提醒下，他回来不打算去了。他抓着我的手，小易，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大胆拐卖人口吧？我搜出很多诈骗的手段，一个一个的给他看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淘，微电影在国内拍不了吗？为什么他们非要去国外？胡桃抱着手机翻看着。那负责人说，他们要拍一个唯美的异国恋，正巧大家齐聚一堂，也当去国外旅游了。你信？胡桃眨着眼，毕竟很多网红都去了，应该靠谱吧？靠不靠谱？没多久就得到了验证。袁初在网上失联了几日，再次露面的时候，地址显示是国外，一如既往的美丽动人，热情四溢。宝宝们，初初现在在泰国，这里风景太美了，初初打算在这里多玩几日，有来这里旅游的可以来找我玩哦。周杰明在播放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我正在和儿子吃饭，他笑得一脸的甜蜜，给他发语音：宝宝，在那里玩得开心吗？袁初很快给他回复：这里很好哎，亲爱的，你那项目不是赶完了，休假来找我玩吧，我想你了。哦豁，现在就开始拉人头了，袁初适应能力是真强啊。这在我的意料之中，人们开始骗人后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与自己最亲近的人。他们可能骗不了陌生人，却80%、90%能骗到亲近的人。这不，周杰明听到他说想他，连1分犹豫都没有。我也想宝宝了，我明天就买票去找你，你可要乖乖的，不许勾搭其他男人，听到没？袁初甜腻腻的回复：知道了，亲爱的，宝宝最爱你了，才不会找其他男人呢。我们结婚4年，周杰明从没这样叫过我，他对他可是真爱呀。不过我心里已经波澜不惊了，对他没有任何爱意了。两人聊完天，周杰明还未来得及收起笑意，望着我：我明天出国一趟，我爸妈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把我当什么大冤种呢？还让我照顾他爸妈。自那天之后，公公婆婆就1天1小吵，2天1大吵。柳红天天在微信撺掇我公公离婚，公公对她也是很上头，天天跟婆婆闹离婚。身为儿子的他，才不在乎父母离不离婚，只在乎自己过得舒不舒心。真是个大孝子。这个大孝子马上就要羊入虎口，不知年过半百的婆婆知道后会不会要死要活，真是期待呢。第2天，还没等周杰明去飞机场，婆婆哭天喊地的过来了，找她儿子诉苦：儿啊，你爸铁了心的要跟我离婚，可怎么办呢？他被那狐狸精遮住了眼睛啊，你快去劝劝你爸爸。周杰明看了看手表，不耐烦道：妈，我今天要去出差，等我回来再说你和爸的事情好吧？婆婆流着眼泪，好不可怜，抓着她的衣袖：那你可要早点回来呀，我怕你爸受不住狐狸精的诱惑，跟他私奔。私奔？他真的太高看公公了。柳红姐又不缺男人，用得着和他私奔吗？你儿子倒是要与小主播私会去了。周杰明毫不留恋地走了，只留下婆婆在原地啜泣。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你看什么看？想笑话我是不是？我给儿子剥了一个鸡蛋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。
没有呀，我还没到笑话你的时候呢。他懒得理我，摔门而去，回去找公公去了。他看的可是够紧的。把孩子送到幼儿园，我照常去上班。没有了周杰明的日子，真的好舒心啊。没过几日，婆婆哭啼着找来了。一进门，她就进了周杰明的卧室，一顿翻腾。我抿着唇，你找什么？杰明的银行卡呢？他说放在这里的，怎么没有了？是不是你拿去了？哦，说的周杰明的卡，他自以为自己藏得天衣无缝。我收拾家里的时候，在床的细缝中还是发现了。我没有拿，你再仔细找找吧。他一抹眼泪。宋毅，你要是看见卡可别藏起来，杰明现在需要钱，你手头有多少，先拿出来救救急。我双手抱臂倚在门框上，装作疑惑的样子。他为什么需要钱啊？我不能把钱给你，我们还欠大姑50万，我的钱是用来还债的。再者说，周杰明他和小三去旅游了，我为什么要拿钱？还有他买房借了你的钱，这都是要还的，我可不能把钱拿出来。我看他着急的样子，不由得心情舒爽。婆婆一拍大腿，嗷嗷哭：宋毅啊，你赶紧把钱拿出来吧，再不拿出来，杰明就要被送到缅北去了。现在还有转机，他们要50，可我那50万在你爸那，他拿着钱去找小三了。宋毅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他是去旅游了，和钱有什么关系？我装糊涂，婆婆哭得稀里哗啦。要我拿钱也行，你把当初的借条给我，我们一笔勾销。婆婆生怕她儿子出事，连连说话，跑回隔壁小区拿借条去了。等她拿回来，我当着她的面把借条撕掉了。妈，我觉得我们把钱打过去还是不靠谱，遇到这种事，我们还是报警最好。说着，我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婆婆一脸惊慌：别，杰明不让报警的。我没理会她，直接报了警。因为周杰明让他汇款，他急得团团转，他并没有追究我撕毁借条的事。我给他支招：大姑那不是有钱吗？你去找他借。婆婆停止哭泣，立马给大姑打去了电话。大姑生活过得好，有钱，二话不说就打到了周杰明藏起来的银行卡里。妈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是在他屋里捡到一张卡。妈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是在他屋里捡到一张卡。大姑把钱打到了他的银行卡，我不知道密码哎。这张卡里的钱是周杰明没来及转移的。婆婆救人心切，我知道，密码是星号。我勾唇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把手机给我用一下。婆婆没有任何疑问，直接把她手机给我。我学着周杰明的无耻行为给大姑发了信息：姐，你把50万打到杰明的卡了是吧？这算我借的，和他们小两口没关系，到时候我连本带息还给你。发送过去之后，我当着他面拍了个照，然后把信息删了。他问：你拍我手机干嘛？拍着玩的。妈，如果你贸然把钱打过去，很可能人财两空，必须的报警，让警方和那边去谈判，才有了能赎回人来。婆婆懵了，遇到这种事，她已经乱了分寸。那好，我们去警局。去了警局，报了警，就让我们回家等消息。警方这边流程很慢，和那边商量好后，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。赎金50万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周杰明终于回来了。回来的是一具冰凉的尸块，被人装在一个黑色的箱子里。婆婆看见后悲痛欲绝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到了缅北，生死有命。周杰明并不幸运，没能活着回来。我表面悲痛万分，处理了他的后事。
转头就把骨灰盒扔给了婆婆。公婆育有一子一女，因为她的重男轻女，姑姐早与他们断绝了来往。周杰明去世，她都没回来看望二老。婆婆老年丧子，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头，成了疯子。公公没和她离婚，天天对她又打又骂来泄愤。她的晚年很凄凉。至于原初，她依旧是一名小网红，在某软件平台大肆宣扬某国外的好处，诱拐人前去。她没有了回头路，她的报应还没来临，但想想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罢了。因为丧偶，婚姻关系自动解除了。周杰明卡里有不少钱还未转移，我用来还大姑的债。至于他妈借的那50万，就和我没关系了。现在看来，我也没有什么大损失。没有了他们，我的生活照旧，甚至比以前更加舒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